听说这次汇报人看这个会议真的是，听说这次团建真的非常厉害，确实就要开始了。快看！陆天穹，代号龙渊。10年前，有人问我，大夏的核武器够用吗？现在，我可以回答。这就是天罚极速洲际导弹系统。只要有1枚天罚还在，大夏领土无人敢犯。龙院士，这些年您在多个国防领域都做出了顶尖的成绩，现在更是让大夏的核威慑技术跃升世界第一。接下来您准备做什么呢？从小，我的父母早逝，是家乡的人民养育了我。我打算回到海城，建立天罚基地，并且找到当年救我的女子，娶她为妻，完成婚约。天罚系统可是大夏的命脉，谁要是能掌握天罚系统民用代理权，说不定就能成为下一个首富。没错，龙院士可是大夏的守护神，不知道是谁能跟龙院士结婚，真让人羡慕。龙院士，我是昌盛集团的周永昌，求你给我一次合作的机会吧，龙院士。龙院士，我们一国出100亿，求合作，求合作。龙院士，各位安静。天罚民用系统的代理权最终会给谁，会由龙院士亲自考察后决定，但他的身份属于大夏绝密，任何信息和照片不得泄露，还望各位自觉保密，否则后果自负。龙院士，刚刚得到消息，你设计的天罚基地的图纸已经审批通过。基地一旦建成，大夏核威慑将更加完美，而且还能带动海城的经济腾飞，这都是您的功劳啊！太好了，是科学院全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正好我回去的路上有时间，再运算一下数据。可是，龙院士，从这儿到宁县的距离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您确定不用我派车送你吗？没事儿，您跟城主商量一下天罚基地的选址就好了，我自己回去就行。龙院士，您的身份尊贵，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放心吧，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不会有危险的。龙院士，那您把这块智能手表戴在手上，如果您遇到危险，它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不管您在哪儿，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龙院士，一定要戴好手表，确保您的安全。好，我知道了。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第一句话誓言，表示他在倾诉他的简短。他也是在最后的地点，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盲眼，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真的，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曼晴，我回来了。世豪，这么热的天来宁县干什么呀？我爸给我打电话，宁县要来一位大人物，让我先去门口迎接。要是我们攀上这个大人物，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周伯伯本身就不喜欢我，这下更觉得我配不上你了。都怪你那个废物未婚夫，叫什么陆天穹是吧？我爸主要是建议你俩定过亲。一个穷酸废物而已，他肯定早死外面了，他不配做我苏曼晴的丈夫。那是，这废物前几年还说要干什么造导弹，还说回来要娶你当院士夫人，他以为他是龙院士那样的天才啊。
一个爱吹牛的废物而已，别说龙院士了，连给你提鞋都不配。快点，别耽误正事儿。来，啊，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交钱呢？习惯就好了，也没多少钱。哎呀，这队伍好慢啊！哎，站住！要过去先给钱。我没钱。兄弟，这些人是谁啊？怎么会现在还要交钱啊？人家昌盛集团的太贼要结婚，收咱们份子钱。这些人啊，都是昌盛集团的狗腿子。昌盛集团，好耳熟的名字。难道不认识的人也要随礼吗？咱县就这一个龙头企业，全县8成人都给他们打工，不给不行啊！没钱。求求你了，这是家里给我的学费，不能给你。收你点钱怎么了？再逼逼，老子给你送夜总会陪酒去。把钱还给他。你谁呀？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我说，把钱还给他。你们这群畜生，连学生都不放过，眼里还有法律吗？哼，法律在宁县，昌盛集团就是法。小周总结婚，收你点份子钱，那是瞧得起你。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抢劫！分明是这个小丫头片子偷了我的钱。来呀，把她给我送去管教所。救救我！放开！放开！你们强收钱不成，还颠倒黑白，简直就是强盗！哼，少废话，赶紧交钱，要不然今天你也别想过去。你们仗着是当地的龙头企业，就如此压榨员工和群众，就不怕上面派人来查吗？不想死，少管闲事儿。你们抢劫和打人，我现在就报警，让你们全都去坐牢。哼，还报警来抓我呀？多管闲事儿，老子今天就拿你开刀！给我打！你们一定会付出代价的。代价？打你个穷酸！付出什么代价？老子今天打死你！住手！住手！周少，又干嘛呢？周少，您怎么亲自来了？出什么事了？嗨，不知道哪来的叫花子，不交过路费，还要告咱集团。我还真想看看，在宁县谁敢跟我作对。就是他。陆天穹，怎么是你？曼强，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这就是你那个废物未婚夫啊！我以为什么大人物，原来就是个穷酸货。哎，我听说前几年有人吹牛，说是什么去科学院当院士，回来让晴晴当院士夫人。我看你这个模样，也不像院士吧？周少，你也太看得起他了。科学院的院士怎么可能是像他这样的穷酸，连200块钱的过路费都交不起？哎，说不定人家真在科学院工作呢。毕竟科学院也需要扫厕所的，对吧？对对。你是谁？我啊，是你8辈子都高攀不起的人。我半生研究成果无数，在整个大夏，可没有我高攀不起的人。哟，研究成果无数，口气不小。那你直接说你是大夏科学院的院长龙渊呢？
没错，我就是。没错，我就是。闭嘴！世豪可是集团老总的儿子，哪是你这种废物能比的？哦，对了，他现在呢，还是我的未婚夫。你要结婚？你这话说的，我不结婚，难道要等你这个穷光蛋？我们当初说好的，你会等我回来的。等你什么？你这种废物有什么值得我好等的？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我们说好了，等我功成名就，就回来娶你。那你功成名就了吗？没错，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完成约定。你当年说你成为顶级院士就回来娶我，你难道不会这会儿还要说你是院士吧？你什么你？你看看你这穷酸样，大夏一个院士至少年薪100万，你呢，浑身上下加起来也超不过200块，工资恐怕都没有3000吧？你哪来的底气冒充院士啊？再说了，院士至少也是博士，再不济也是硕士，你当时连大学都没上完，顶多就是高中学历，哪个科学院疯了收你当院士？我当时是被提前选拔了才。够了，卢天琼，你不要再撒谎了。好，既然你说你是院士，那为什么大夏的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曼姐，我……行了，陆天琼，你出去几年，什么本事也没学会，还是那么会说大话。就你这样的，连给世豪提鞋都不配。好。不管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什么。那我们的婚约呢？还算数吗？婚约？那是我骗你的，那不过就是为了你爸你妈的抚恤金，你也不看看自己。当初我生病的时候，你陪着我去医院，在医院照顾我，那些难道都是假的吗？你还真是蠢呐！照顾你的人，送你去医院的人，是我那蠢妹妹苏婉秋。我当时一眼都没看上你。这怎么可能？陆天琼，你看看你现在，像条狗一样。哦不，连狗都不如。你也不照照镜子，你怎么配当我苏曼晴的丈夫？我不配。那你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吗？你什么身份啊？说出来听听。是啊，我倒要看看你的身份有没有我爹周永昌这个昌盛集团老总的身份厉害。龙院士，我是昌盛集团采访很快的，一分钟也可以啊，龙院士。昌盛集团周永昌，你是他的儿子？那害怕了？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没钱没势的人，在我们周家父子面前就像屁一样。你跟我悔婚，就是为了嫁给这种人？没错，我就是要嫁给世豪，当周家少奶奶，做整个海城最尊贵的女人。你一个跑出去什么都不会的废物，回来干什么？一个区区末流科技公司，就让你如此不义，真的是目光短浅。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看上你这种人？闭嘴！你是什么东西？也敢瞧不起昌盛集团，也敢瞧不起我？你知不知道打了我的后果是什么？怎么着？就你这种穷酸货，今天打就打了，你能怎么着？那如果你们周家失去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机会呢？你他妈看电视剧看多把脑子看傻了吧？你一个穷酸货，对我们周家会有什么影响？我还真就不妨告诉你，我爸已经跟龙院士取得了联系，马上就会一飞冲天，到时候碾死你这种，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如果我取消掉你爸天罚系统的民用代理权的竞选资格，
你怎么知道代理权的事？说，想干什么？你怕？你别急，他一个废物，不知道从哪儿偷听的。你爸在跟大夏所有的公司都在争夺代理权，他知道这些也不奇怪。有道理。你刚才不是说荣卫军军团的首领秦老要来视察你爸公司吗？万一这个废物胡乱说话，只会添麻烦。没错，我爸费尽心思争夺代理权，不能让他坏事了。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废物？这还不简单，让他永远闭嘴就好了。还是你有主意？哼，苏万晴，我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变得如此恶毒。当初我真是瞎了眼了，居然要娶你！你最好不要为今天的行为后悔。我最后悔的事儿，还是和你定下婚约，要不然周伯父也不会嫌弃我。怎么样？周少，知道该怎么做吧？嘿嘿，您就瞧好吧。打死他！你们这些畜生，快做不了！闪开！让我来！不会出人命吧？不是嘴硬吗？再硬给我看看！好舒服啊！秦老，我代表全部海城人民感谢你啊！天罚系统要是能建在我们省，全省的经济一定大翻倍呀！这一切啊，都是龙院士的决定。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是他。龙院士是我们海城的金凤凰，若有机会，我一定当面感谢他。不好，龙院士有危险！所有人听令，前往宁县保护龙院士。快叫县执法队全城巡查，绝不能让龙院士出事，不然上面怪罪下来，海城经济倒退30年。快呀！这就是得罪本少的下场。告诉你，像你这种垃圾，我就是把你打死都不会有人管。识相点儿，你给我跪下道个歉，我一高兴可能还能饶你一命。兄弟，你就低个头吧，咱们普通人是斗不过周家的。就是啊，保命要紧。你快道歉，我带你去医院吧。快点给你爹我跪下！你不配！去你大爷！你跪不跪？不跪。这废物刚刚挨打的时候就一直护着这只包，这包该不会对他很重要？世豪，这个废物嘴太硬，要不然换一种方法。哦，你想怎么玩？张彪，把那包烧了。好嘞，拿过来吧你！还给我！猜对了，来人，把这包给我烧了！不要！哎呀，还是晴晴有办法，一下就让这小子露原形了。看他这反应，这包里的东西对他很重要。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别打开，不能打开！哎呦，好紧张啊！你不让打开，我就不打开。开！别动我文件！哎，你不让我动，我就不动。那你跟本少跪下！来，跟本少跪下！只要我心情好，说不定我还真就还给你了。快点儿，我烧了啊！
你看这样，好像一条狗啊！这周世豪也太无耻了，仗着他爹这么欺负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啊，畜生，看得我拳头都握紧了。我求你，把我的文件还给我。唉，怎么办呢？本少的心情还不是特别好，还是烧了。嘿，好嘞，拦住他！放开我！放开我！世豪，新郎马上就要来了，赶紧把这个废物处理了吧。老子也玩够了，该处理这废物。把我的球棒拿来。陆天穹，你别怪我心狠，谁让你非要在这个时候回来挡我的路？谁这么打我？陆先生，您没事吧？还好，核心数据还在，再验算一下，应该能复原。陆先生，我们奉城主的命令过来保护你，但是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一定还您一个公道。太好了，是执法队队长韩昭，终于有人能收拾这两个混蛋了。没错，咱们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终于有人给我们撑腰了。来人，将他们给我拿下！我看谁敢动我！我告诉你，我爸可是昌盛集团的周永昌，而且是这个窝囊废先欺负的我未婚妻。没错，是他非要纠缠我，这他才动手的。陆先生都被你们打成这样了，你还敢狡辩？是富二代的儿子又怎么样？是富二代的儿子就可以逍遥法外吗？没错，本少爷就是心情不顺，收拾一下你们这群狗。怎么了？怎么了？够了！来人，将他们给我带走。是，我看谁敢动。这宁县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的执法队长说话。周世豪，你敢拒捕是吧？有种玩什么？来呀，瞅这套！你以为我不敢吗？来呀！韩队长，别冲动，开枪之后，你下半辈子就毁了。没必要为了这种畜生，搭上自己的前途。孬种，我就知道你不敢。我告诉你，我爸今天要去迎接龙威军的首领秦正川，你要是耽误我正事，我让你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你以为你犯了这么多事儿，还能走得了吗？要么毕恭毕敬的送我走，要么我明天就让你从执法队滚蛋，自己看着办。把他给我拿下！是。不让走是吧？让不让？让不让？让不让过？让不让过？让不让过？妈的，打得老子手都疼了。一个个都硬气是吧？不怕死是吧？好，本少爷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让你们一个个全都滚蛋！快去通知所有的员工，让他们都打起精神，把握好每一个细节。今天一定要接待好秦首领，这样就可以跟龙渊院士合作了。事成之后，奖金分配。是，老板。快去。喂，儿子，接到秦首领没有？儿子，接到秦首领没有？接什么呀？
我让臭要饭的给讹了，不让我走。张彪不是跟着你吗？啊，他10几个人连这点事儿都摆不平。那个臭要饭的也叫人了，叫了个什么破执法队长，又要我负责。执法队队长韩州，他算个什么东西？连你都敢拦？你跟他提我名字没有？提了，一点面子没给，还拿枪抵着我头。他对面到底是什么人呢？能让韩州如此的保护他？儿子，你没给我惹什么事儿吧？爸，你儿子现在让人拿枪抵着我的脑袋，我给你惹什么事儿啊？你要还想看见我活着，赶紧派人来。好好，你等着吧，我马上过去。我给我爸打完电话了，你们等着完蛋！好一个完蛋！我韩州当初入职之前就宣过誓，自从穿上这身衣服，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坏人逍遥法外。我今天就算被革职，也要跟你们这群为富不仁的畜生死磕到底！全体都有，将周世豪给我拿下！你们干什么？这是造反啊！爱打是吧？来，往这打！打死我！你们也别干了！来，打死我！拿下！我看谁敢动我儿子！爸，你终于来了，快帮我收拾这几个废物！我倒要看看，在海城谁敢与我周家作对！周世豪，你涉嫌抢夺他人财产、殴打他人，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走一趟。逆子，他说的都是真的啊！你又跟老子闯什么祸了？爸，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儿子的威风啊？我不过就是收拾了一个不交过路费的穷酸货，况且他先骚扰曼晴的，我打他2下怎么了？混账！我有没有跟你说过，秦老今天要来视察？我让你收敛一点，如果这件事情让秦老知道了，你让秦老怎么看我们集团？我们周家的大事儿差点被你给毁了。还有你一天天的就会撺掇我儿子惹事儿。周伯伯，你误会了，真的是他们先动手，世豪才打了2下。你闭嘴，没时间听你们2个唱双簧。谁这么大胆，敢与我周永昌的儿子唱反调，给老子站出来！龙院士，龙院士，给我个机会！你是龙院士？不可能，陆天琼是个废物，怎么可能是龙院士那种高级人才？哎，你叫他什么？陆天琼？爸，大家伙都知道，龙院士的本名叫龙渊，他叫陆天琼，跟着不是一个人，你看错了。是，看来只是长得像而已。龙院士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这个人穿这么朴素，肯定不是龙院士。爸，他就是曼晴那个废物未婚夫，给他点颜色瞧瞧。哼，韩州，我们周家的实力你是清楚的，现在我命令你，把那小子给我绑了。明明是你们欺负陆先生在先，你们不但不给他道歉，还要变本加厉的把他给绑了。怎么，大夏法律你们家写的呀？我们周家1年创收几10亿，就算城主来了，也要给我个面子。今天我们父子还有急事儿，你放我儿子走，我就当今天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但如果你敢不照做的话，小心你的职位不保。唉，这周永昌居然跟城主有私交，哼，看来这个韩队长不敢跟他们作对。是啊是啊，咱们普通人就是斗不过这有钱人。之前挨打的那兄弟，也只能认栽了。我韩州向来奉命办事，我今天来就是奉城主之命保护陆先生。周总，如果您今天必须要带走您的儿子，那就必须要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否则你们必须要给陆先生一个交代。没完了是吧？看来你今天是非要与我周家作对了。行，我不妨告诉你，海城副督军林志伟
是我的小舅子。我来之前已经给他打过电话，我倒要看看，等他来了以后，你还敢不敢这么硬气？你如果识相的话，现在就放我儿子走。如果等他来了，这事儿可没那么好说了。林督军，林督军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感觉韩队长的脸色不太对呢？林督军，那可是能调动海城军队的大人物。韩队长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执法队长，哪能斗得过这种大人物啊？有林督军那种人做靠山，怪不得周家父子这么猖狂。就是啊，对呀，现在知道怕了，晚了。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们周家是什么样的下场。林先生，你先走，这里交给我。你们趁着林督军赶来之前，把他们压下带走。住手！志伟，你可算是来了！你要是再不来，你外甥都让人拿枪给崩了。舅舅，赶紧帮我收拾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狗东西，快！世豪，打架斗殴这点小事儿，舅舅随便就摆平了。周世豪指使混混强收过路费，不给就打人，还把无辜的学生关进管教所，你管这叫小事？你又是哪根葱？强收过路费的事儿，我来的时候已经问清楚了。那是宁县人民感激昌盛集团给世豪给的份子钱，你怎么能扭曲大家的一片心意？那女学生呢？她又有什么错？就因为给不起过路费，就活该被欺负吗？行了，你可知道周家父子一年为海城提供多少就业岗位？有多少人靠着周家吃饭？现在只不过是错怪了一个穷学生，只不过是误会，至于揪着这点小错不放吗？大家出来工作，靠的是自己的劳动，明明是等价交换，却被你说的像施舍一样。就算是昌盛集团提供了就业岗位，那也并不意味着就要高人一等，就能把普通人踩在脚下。那你呢？你又为海城做了什么贡献？废物一个，还敢对周家指指点点。林督军，如果你把陆先生拿来和周氏父子做比较的话，那么就是对陆先生的侮辱。哦，听你这口气，你这位陆先生对大夏的贡献难道比周家还大吗？你这位陆先生对大夏的贡献难道比周家还大吗？林督军，陆先生的身份我暂时不方便细说，但是陆先生对大夏的贡献绝非周氏父子能比拟的。如果您不想被上面问责，现在就立马让我逮捕周氏公子和苏曼琪，还陆先生一个公道。放肆！这个人究竟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放着我海城的经济支柱不管，偏袒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信不信我今天就革了你的职？到底是我收好处偏袒陆先生，还是你林督军包庇亲属？到时候城主和总督自有定夺。就是，明明是林督军包庇自己的外甥，居然还敢反咬韩队长收好处。是啊，就是这样。放大一击压死人吧！这林督军摆明了是仗势欺人。都给我闭嘴！都给我闭嘴！你们懂什么？你们一个个靠着周家吃饭，把周家告倒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这全都是为了昌盛集团的员工着想，为了海城的经济着想。你们谁再敢多嘴？信不信我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把你们全都抓起来？近几个月以来，我数次在会议上强调，作为执法人员，更加要对当地的优秀企业家进行保护，以促进海城的经济发展。而你是怎么做的？竟然违抗我的命令，甚至任由下等人欺辱我海城首富。依我看，你才是无法无天。舅舅，不要再跟他废话了。韩队长，我劝你放弃偏袒这个废物，要不然我们周家有的是手段让你闭嘴。可是他是……闭嘴！
还敢顶嘴？我看你是不知悔改，那就停职。等你什么时候反省清楚了，再恢复职位，否则永远别想回执法队。至于你带头闹事儿，还污蔑我外甥，等着坐牢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算这件事闹到大夏国主面前，你也一样定不了我的罪。大胆！你算什么东西啊？敢违抗我舅舅的命令！看来打你打的还是不够啊！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把他给我绑住！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快点放开陆先生！滚开！开快点儿，再快点儿！是。前面发生什么事了？首长，前面被泥石流封路了，再绕路要1个小时才能到宁县。不行，龙院士那边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秦老，你别担心，我们刚刚收到城主的消息，应县执法队队长韩州已经赶去营救龙院士了，相信很快就有消息。那就好。不行，龙院士身份重要，不能有半点差池。光是执法队还不能保护他的周全，你快帮我查查，在宁县附近有我们哪个部下在？是。查到了，海城副督军林志伟此刻就在宁县，或许我们可以请他先去保护龙院士。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韩队长，你没事吧？喜欢装英雄是吧？那我就连你一起打！不许你们伤害队长和陆先生！让开！看你们这个架势是想跟我动手？你信不信我告你们暴力执法，把你们全抓起来蹲监狱啊？韩队长，让你的队员都让开吧，没必要为我白白挨打。周世豪，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养够了吗？养够了我就动手，给我上！有一个算一个，给我狠狠的打！哎，别动！住手！都给我住手！周世豪，你个畜生，你迟早会遭到报应的！我一定要让你们都付出代价。代价？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人生下来就是我们上古的怎么这样？玩坏了也不需要付任何的报应和代价。你嘴这么硬，那我断一条胳膊没关系吧？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住手！喂，秦首领，您找我什么事儿？林志伟，你跑到宁县做什么？我们海城的人民功臣被欺负了，我正在处理啊。很好，你总算能把事情做到前头了。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位人物不仅是我们海城的大功臣，更是我们大夏的大功臣。你必须保证他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能受到任何伤害。天哪，没想到我姐夫这么快就巴结上了秦首领，连这点小事都让他老人家特意打电话过来叮嘱。我说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哦，明白明白。等着吧，收拾你们的人马上就要来了。志伟，秦首领给你打电话，不会真的是为了这个废物吧？难道他真的是龙院士？现在你知道怕了，晚了。林督军，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要替他们说话吗？秦首领让我保护的可不是他。哎，姐夫，没想到你这次去京城这么快就得到秦首领的赏识啊！他在电话里一直赞赏你呢。志伟，你说的是真的？
这还有假？哎呀，没想到我跟秦首领一面之缘，他竟然如此看着我们周家。那天罚民用系统的代理权，岂不是唾手可得了？那我们周家成为大夏首富，指日可待呀！世豪，伯父太厉害了。当然了，我们周家攀上了秦首领，以后在大夏可以横着走。那这个废物岂不是任由老子玩了？周世豪，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很嘴硬吗？那就吞掉这个碎苹果，也不再幻想。周世豪，你疯了！快把陆先生放开！闭嘴！把他给我绑好，待会儿再收拾你。这边在，把他脸给我摁住啊！我看你的嘴还能不能这么硬？我等等，林督军，你快拦住他！秦首领要保护的就是陆先生。密令在我兜里。好。住手！舅舅，你干什么？你先放开他！你确定这个命令是真的？千真万确，城主千叮咛万嘱咐，说这是秦首领的命令，让我好好保护陆先生。好，你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戳穿你这个骗子！林督军，千万别相信这个废物。陆天穹就是一个连大学都没上完的穷光蛋，秦首领怎么会下令保护他呢？在咱们大夏，只有国主还有龙院士才会被保护，这份密令完全就是假的。没错。我们周家为大夏贡献那么多的经济收入，秦首领才高看我们一眼。陆天穹，你做过什么？秦统领怎么可能下命令保护你呢？你们几个蠢货，难道就没有想过，其实我就是……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废物说话？林督军，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他从小就爱说大话，谎话连篇。他刚才还试图欺骗你呢，你千万不要饶了他。陆天穹，你骗谁不好，偏偏骗我，你可骗不了我。你以前还说你要出去造核武器，结果呢？大学都没上完就辍学了，刚才还冒充院士，还好我和世豪一下就看出来，戳穿了你。现在你又联合这个小队长一起欺骗林督军，真是无耻！苏曼晴，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什么？不与傻瓜论长短。你等等，龙威军的印章，印章怎么会？这不就是一张废纸，有什么用吗？废纸？你知道你都做了什么吗？哎呀，完了！这是废纸，我刚才撕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还问怎么了？周世豪，你瞧瞧你的未婚妻做了什么好事？舅舅，你这什么意思啊？对呀，这位，你突然间吼你外甥干什么？什么意思？不知道是吧？好，来看看这个。你儿子不认识，你还不认识吗？这是龙威军印章。难道我没有认错人？真的是龙院士？欺辱大夏科学院的院士，这锅我可担当不起。你们自求多福吧。爸，你说句话呀，这什么意思啊？
打世豪干什么？干什么？都是因为你这个毒妇，篡夺的我儿子。我儿子才与陆先生起冲突，都是因为你迟早要害死我周家。啊，你说清楚，你打我就算了，你打曼晴干什么？干什么？我这会儿恨不得打死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你给老子闯了多大的祸？周永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成了你这个孽子！我命令你立刻与这个毒妇分手！我绝不答应你们2个人的婚事。前夫，什么时候了？你说这些家务事有什么用？我被你们连累的连督军都做不成了，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哎呀，这肯定是个误会呀！你看这龙威军印章怎么是复印的？这龙威军印章怎么是复印的？姐夫，怎么连你也对龙威军的印章质疑啊？不对，这位，你有所不知，这趟京城之行，我去了龙威军的总部才知道，龙威军下发文件绝不可能使用复印件，一向只会使用他们秘制的印泥盖章，这颜色粘在手上会变成蓝色，这是龙威军特有的防伪标识啊！一抹便知真假。这密令如果真的是秦首领亲自下发的，那这会儿印章应该会搓到颜色才对呀。这次事态紧急，根本没有时间发原件。秦首领怕耽误救援，迫不得已才发的复印件。你们就不能变通的用脑子好好想想吗？不可能！龙威军规矩森严，向来都是按规章办事，绝不可能临时改为复印件。你不是说他是龙院士吗？那好，我问你，如果他是龙院士，应该认识秦首领吧？那你就当着我的面给秦首领打个电话，我就相信你。我的手机被你儿子的手下给打坏了，我的手表也被你儿子给砸了，联系方式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打？闭嘴！你就是在撒谎！你个冒牌货！你明明叫陆天穹，怎么可能是龙渊呢？苏曼晴，你能不能把你的猪脑子从脚后跟拿出来用用？我执行的任务都是大夏绝密，怎么可能用真名？龙渊就是我的代号。你少装腔作势，我看你就是羡慕龙院士是我大夏的国师，自己却连一个科学院小小的研究员都没当上，就敢冒充龙院士。就连杭州这执法队队长都被你给骗了，还是说你俩是一伙的？看来你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无法自拔了。证据都已经这么充分了，你们还是不相信？你们无非就是怕我，因为我如果真的是龙渊的话，你们一个个都得完蛋。陆天穹，别演了！你要真是龙渊的话，怎么出门一个侍卫都不带，还穿得这么穷酸？哼！我说过，不与傻瓜论长短。反正无论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的。不如就等能够证明我身份的人来吧。既然你说你是龙院士，那你就拿出你的证据来，工作证，或者说是国事勋章，要不然工作文件也行，拿出来，总有一件能证明你的身份吧？有什么用？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更何况，无论我现在拿出来什么，你们都说那是假的。我的工作文件也已经被你的好外甥给烧掉了。你们就等秦首领来的时候被问责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拿不出来了？那你就是个冒牌货！来人，把这个骗子给我带走！走！等一下，林督军，他真的是秦领主亲自让我保护的人，城主也亲自吩咐过我的。好，就算陆先生他不是龙院士，但是他也是咱大夏举足轻重的人呐。闭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替这个废物圆谎吗？韩队长，无妨。等秦首领来的时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苏曼晴，我是看在你妹妹苏婉秋的份上，才不跟你计较。如果你再敢动手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好，陆天穹，我知道了，你就是在拖延时间，好等秦首领来了，在他老人家面前说世豪坏话。你心真歹毒，这女的是不是疯了？随便你怎么说，等秦首领来的时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到时候，就是你们两个的死期。还死期？我看快死的人是你。冒充国师按照大夏律法体格处理，而且你冒充的是龙院士，死定了！这位，一定要在秦首领来之前，把这小子给处理掉，别等把我们都拉下水啊！啊！秦首领，不好了！你看这个。画面上这个人是谁？竟然敢伤害龙院士！让我找到他，我亲自处决他。首领，你别担心，我们刚刚查了卫星录像，好在还有宁县执法队队长韩州在保护龙院士。这个人是昌盛集团总裁东永昌的儿子。昌盛集团也是咱们本次代理权竞标项目的重要考察对象之一。哼，周永昌纵此行凶，一样该死，更没有资格去争代理权。看我到了宁县怎么收拾他！到宁县还需要多长时间？还有5分钟路程。好，开快点。是。来人，把这个冒充龙院士的骗子给我抓起来！还有这个协助招摇撞骗的韩州，一并抓走！对呀，你们干什么？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秦首领，你怎么又打电话了？当然多亏你干的好事，我马上就到宁县了，到时候扒了你的皮！秦首领怎么会突然打电话骂我呢？难道是怪我办事不力，怠慢了周家父子？姐夫，等会儿秦首领来了，一定帮我美言几句啊！你也看见了，我这一直是帮着你们一家的。这位呀，说实话，我跟秦首领也不熟啊。哎呦，姐夫，你就别再隐藏了。秦首领军务繁忙，他还能为了你这点事儿亲自跑到宁县？这个面子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爸，秦统领这么器重你，这次天罚系统代理权肯定非咱们家莫属。你怎么早不跟我说？这我也不知道啊。秦统领一定是看中了咱们家对海城的经济贡献，所以才把代理权给咱们公司。我看这个考察不过就是走个过程，他早就内定我们集团了。只要这次把秦统领给接待好，咱们周家以后飞黄腾达就指日可待。啊？都死到临头了，还在想好事，你们周家人还真是会做白日梦。废物！死到临头的是你，死到临头的是你。哎，是好，秦首领马上就要到了，别再给我惹事儿。看在秦首领快到的份上，我先饶了你，一会儿让他亲自收拾你。我看谁敢收拾他！爸，秦首领的气质是不一样。住嘴！秦首领都来了，你还敢口无遮拦？再敢乱说话，打断你的腿！哎呀，我知道。秦首领，您正好来了。我们刚刚逮捕了一个冒充龙院士的骗子。龙院士可是我大夏的无双国师，他连龙院士都敢冒充，实在是胆大包天呐！待会儿，得好好的处罚他。你是说，他是冒充的？是。我们家曼晴一眼就识破了，我亲手抓他，还帮你好好教训了一顿。呵呵，按照你的意思，我还得给你封功行赏了。秦首领，
我自小特别仰慕龙院士，所以维护他的声誉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奖赏。首领，你这什么意思啊？闭嘴！秦少领，犬子鲁莽啊，容易口无遮拦。您别跟他计较啊。首领，我姐夫一年为海城创造了无数的经济收入，看在这点上，还请您多担待点。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首领，您这是为什么？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呀。哼，按照我的吩咐啊？那你倒是说说，我怎么吩咐你的？您不是吩咐我保护周家父子啊？哎呀！放屁！我怎么可能让你保护他们两个为非作歹的搞东西？秦少领啊，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秦首领，我们周家父子二人向来本分分，带领宁县发家致富，您不但不奖赏，还污蔑我们。你闭嘴！哼，闯下这么大的祸，你还敢说自己是本分人？秦少领，我们父子俩确实不知道到底做错了什么，还请你明示啊。秦老，我跟我爸根本什么都没干，最多就帮你抓了个骗子。闭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刚刚为大夏研发出天罚系统的龙院士，还真是大夏第6代啊！核威慑体系的总摄影师。什么？他是龙院？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个废物是龙院士，我刚刚还打了他。陆天穹说的居然是真的，我竟然白白葬送了这么好的机会。完了，全完了！你这个逆子，从小就爱给我惹是生非，我就知道你早晚有一天要把我们周家给害死。都怪你，是你让我们周家失去了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先不说，你还得罪了龙院士，我们周家在大夏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我周如常造了几辈子孽呀，生了你这么一个畜生！天穹，刚刚是我误会你了，我绝对不会看上周世豪这个混蛋的，我的心里一直都是你，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等你，你这次原谅我好不好？我看你不是后悔了，你是怕了。如果我不是龙渊，还是之前那个一无所有的陆天穹，你会跟我道歉吗？你不会，你羞辱我也就罢了，可你还帮着周世豪收毁天罚基地的图纸，你犯下这么大的错，我怎么原谅你？天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就看在我以前是你未婚妻的份上，你这次就饶了我吧。你现在这么成功，我这种事你一句话就能摆平的。你以前不是说等你回来我们就去结婚，我们一起去结婚好不好？苏万晴，你还真是一次一次刷新了我对无耻的认知啊！你犯下这么大的错，没有人能够包庇你。还有，我要娶的人也不是你，是你亲口承认，当年救我的人是你妹妹苏婉秋，所以我要报答的人也是她，苏婉秋。不，你不能这么对我，难道全是我的错吗？你一点错都没有吗？如果你要是真的爱我的话，你会一直瞒着我吗？是我一直误会你，一定是故意的，这全都是你的错，你就是想故意甩开我，好娶苏婉秋那个贱人。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你有相信过我一次吗？好了，我不想跟你说话了。秦首领，让人把他带下去吧，所有一切按照大夏律法处置，千万不要因为我手软。带走。天穹，逆子，快给龙院士道歉！龙院士，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都怪我狗眼看人低，我真没看出来你是龙院士，都怪苏万晴那个贱人，是他撺掇的我。我要知道你是龙院士，我一根指头也不敢动你啊！你大人有大量，你就放了我吧，好吧？
我爸有钱，全给你，行不行？全给你。就你不值得我原谅你。你拦路收保护费，当街打人，污蔑女学生，烧毁图纸，这桩桩件件，哪一件值得被原谅？按照大夏律法，应当处以极刑。秦首领，你看，在我们家，我们长盛集团给海城带来了不少的经济收入，还提供了上万的工作岗位。我们做出这么大的贡献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儿子吧。我愿意贡献出我们集团所有的收入，用于天发基地的建设。求你网开一面吧。你儿子坏事做尽，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不止这些，在路上我已经让何秘书查了他的所有罪证，简直是个罄竹难书。都在这里了，你仔细看吧。我秦正川做事向来公正，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儿子单是针对龙院士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牢底坐穿了，更何况还有这些罪名。给你的儿子准备后事吧。来人，把他们都给我带走！走，放开我，快走，放开我，放开我，走！好，太好了，挽救我呀，爸！儿子，好，快走，快走，快走！好啊！好了，都散了吧。走，走吧，走吧。太好了。至于你，念在你这么多年的贡献上，我饶你一命。但是你儿子的非法收入3倍充公，赔偿给那些给他祸害的人。往后你若敢胡作非为，别怪我不留情面。滚！秦首领，龙院士，我是被蒙蔽的呀，我都是受了周家父子还有苏曼晴那个小贱人的误导，我才误会了你的命令啊！我要知道陆先生就是龙院士，我绝不敢包庇他们父子啊！林督军，现在开始两袖清风了。刚才帮着周世豪殴打韩队长的时候，怎么不说？像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根本不配做海城督军。龙院士说的对，如果这件事不暴露，你也不会悔改。如果你想反省，那就去监狱里好好反省吧。来人，带走！不，龙院士，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白白被这些人欺负。没事，多亏了韩队长，更何况后来周世豪也没有把我怎么样。我这次受伤，也帮大夏认清了一个忠诚的战士，不亏。好样的，年轻人！回去我给你打体质报告。这是我应该做的，眼下还是赶紧送龙院士去医院吧，他今天受了不少伤。说得对，何秘书，把我们送去医院。是。医生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不用，不行，我去看看。哎，不好意思，忘记敲门就进来了。我是来给你包扎伤口的医生，我姓苏，叫我苏医生就好了。没事。好了，接下来该包扎手了。你是晚秋？
天穹哥，晚秋，天穹哥，你终于回来了。晚秋，这么久没见，你都成医生了，真厉害。也还好啦，天穹哥，你之前说要去造导弹，现在应该已经成院士了吧？现在的确成院士了。天穹哥，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你真是太厉害了。你们继续，我先出去了。哎，秦老，你可以直接进来了。好了，天穹哥，你先好好休息吧，我晚点再来看你。拜拜。拜拜。龙院士，这个就是你的救命恩人吧？这些年你为了大夏鞠躬尽瘁，也该是考虑考虑自己的家事了。我看呐，这个小姑娘就不错。秦老，别开我的玩笑了。晚秋这么优秀，性格又好，怎么可能喜欢我呢？我喜欢的，谁说我不喜欢？排骨汤，趁热喝啊！我先走了，再见啊！秦老，你也再见。罗院士，你看，人家姑娘都表态了，你也积极一点，总不能让人家姑娘家的都主动吧？秦老，你来的路上不是说要有事跟我商量吗？哦，对，你研发的天发系统代理权的竞标会周一不就开始了吗？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行，往后延迟。无妨，这2天我加快速度维修一下数据，其他的事就麻烦请你多操心了。放心，交给我。周总，少爷他……快说，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少爷他已经被处决了。什么？儿子，我唯一的儿子，我周家绝后了！龙渊，老子与你不共戴天，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滚，都给我滚！说得好。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龙渊。你什么意思啊？我是倭国人，我可以替你向龙渊复仇，但是你要帮我拿到天发系统民用代理权。成功的话，我还可以给你100亿作为报酬。怎么样，周桑？好好考虑一下。成交。晚秋，我自己来吧。你好不容易休息，不能在这儿专门陪着我了。你出去走走吧。不行，天穹哥，你手上还没好，怎么能自己喝呢？你以后可是要测量机密仪器的，不养好怎么行呢？好吧。
我自己来吧。那我先去洗水果。晚秋，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晚秋，这是我的银行卡、车钥匙，还有房产证，都给你。我以后一定努力工作，给你最好的生活。你愿意吗？我愿意。那我先去洗苹果了。距离竞标会还有1个小时，时间还早，龙院士可以打完电话再进来。女朋友的电话可不能不接呀。晚秋，天穹哥，不要管我！你们要干什么？快放了晚秋！陆天穹，哦不，应该叫你龙渊，龙大院士。你现在可是大夏的大功臣呐！啊？按理说，我应该感谢你，可是你却害死了我唯一的儿子。这条命，你打算怎么赔呀？周永昌，你到底想干什么？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别为难晚秋，这事跟他没关系。秦兄弟好不容易才放过你，你想一错再错？怎么没有关系？你害死了我唯一的儿子，害得我落了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我当然也要让你尝一尝失去最爱的人是什么滋味。你无父无母，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最心爱的女朋友，我当然要拿她开刀了。不要！你要怎么样才放过晚秋？龙大院士挺识趣儿啊，那我也不好咄咄逼人了。我要你在接下来的招标会上，把天发民用系统的代理权交给我。如果你照做的话，我就放了这小娘们儿；但如果你敢不照做，你就到荒郊野岭给他收尸吧。天穹哥，不要答应他，他要把代理权卖给倭国人，千万不要！闭嘴，臭娘们儿，是你多嘴的。晚秋，晚秋，周桑，你确定龙渊会把代理权交给你吗？你放心，龙渊是个重情重义之人，苏晚秋对他有救命之恩，现在又是他的女朋友，他一定会把代理权交给我的。下面有请龙渊院士上场，宣布此次天罚系统民用代理权的最终得主。我宣布，这次天罚系统民用代理权最终的竞选结果是，没错，就是我。你们大夏辛辛苦苦研发的拦截系统天罚，很快就是我们倭国的了。怎么还有倭国人？这竞标不是只有大夏的公司才能参加吗？是啊，这是什么情况？天罚系统怎么会落在倭国人的手上？周永昌，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带倭国人来竞标现场呢？你是要当汉奸吗？话可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啊！啊，佐佐木先生现在是我昌盛集团的技术顾问，我带他来参加竞标会，理所当然。周永昌，你胡说！听他的口气，你分明是要把天罚系统拿到自己手上，然后再卖给倭国人。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更不会把天罚系统交给倭国人。你怎么就知道他不会交给我呢？龙院士，你说说话呀！
你不会真的要把代理权交给周永昌吧？不行，还要再拖一点时间。不好了，周永昌绑架了晚秋，还威胁我要把天发基地民用代理权交给他，他才肯放人。绝对不行！这段时间我们调查周永昌，他跟倭国人联系密切，如果把代理权给他的话，他一定会转交给倭国人的。我知道，我先联系技术人员调用到晚秋的手机，你先派人去营救，我尽量拖延时间。好。难道龙院士真的要把代理权交给倭国人？不会的，不会的。龙院士少年天才，一心为我们大夏。天法民用系统是他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他不可能把天法系统交给倭国人，这样跟卖国贼有什么区别？周永昌，你需要在这里胡说八道，污蔑龙院士。他不可能把代理权交给你，更不会交给倭国人。对呀，龙院士半生为大夏鞠躬尽瘁，怎么可能会在这种关键时刻犯糊涂？更何况，就算是倭国人拿到天罚的代理权，也只是民用。咱们最关键的天罚国防系统，他也无法破解。你当他龙渊真的是圣人不成吗？只要是个人，他就有七情六欲。他最心爱的人还在我的手上，他当然要把代理权交给我了。倭国人才济济，哪怕只是简单的民用系统，我们迟早要顺藤摸瓜，破解你们所有核威慑体系。到时候，你们大夏的防御将会不堪一击。龙院士，你糊涂啊！天罚民用系统要是落在倭国人手上，你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就全完了，我们大夏人的安全也岌岌可危啊！龙院士，你不能为了你个人利益，置我大夏安危于不顾啊！我真是看错你了，我还以为你是我大夏的守护神呢，没想到你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就是，简直太不要脸了，真是的。就是，怎么是这种人啊？就是啊，天哪，他怎么这样啊？哎，你看看他，龙渊呐，龙渊，你也有今天！你给我等着，等你把系统交给我，我照样毁了你娘们儿，让你也尝尝痛心疾首的滋味。等到做完这一切，我就会在佐佐木的安排下出国，拿着100亿逍遥法外。够了！老子没空在这听你们狗咬狗。龙渊，快点！这个代理权要交给谁呀？完了，全完了！我们大夏多年苦心经营的核威慑体系，马上就要功亏一篑了。龙院士，苏晚秋小姐成功救出，我马上带她回来见你。我宣布，这次天罚系统民用代理权最终竞选成功的是红星集团。是我们公司。太好了，太好了！天法民用系统代理权最终是落在我们大夏人的手里呀！太好了，太好了！天法民用系统的代理权最终是落在我们大夏人的手里呀！龙院士，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你了，你才是当之无愧的无双国士。无妨，只要我陆天球还在科学院一天，就不会让大夏核威慑体系陷入危机。龙渊，你竟然真的敢把代理权交给他们？难道你就不怕我杀了那个女人吗？就是啊，龙院士，你最心爱的女朋友可还在我们手里，我劝你重新考虑，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倒要看看你个小倭寇怎么个不客气！晚秋，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啊？天穹哥，我没事，秦老来得非常及时，你看我一点事情都没有。不可能！我派出去绑架的人可是我们倭国最厉害的武器，怎么可能会失手？而且我们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防追踪器，你们怎么可能找到他的位置？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大夏战士的能力
远远在你们倭国武士之上，而且我们大夏的卫星追踪定位系统的技术，比你想象的还要厉害100倍。龙院士，我承认你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可我也不是吃素的。叶琼哥，小心！怎么会？你怎么可能比我快？这招早几年我在你师傅手里就见过，他没我快，没想到你比他更慢。来人，带走！我宣布，今天不单单是竞标会，也是龙院士的庆功会。龙主今天将亲自给龙院士颁发无双国士的勋章。好。他以赤子之心助国之利器，以铮铮铁骨护万家灯火。无双国士实至名归。下面有请我们的龙主上台，亲自为龙月院士颁发国士勋章。龙院士啊，辛苦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整个科学院、大夏所有国防人才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天罚基地的设计图已经完善，接下来我将会建设好天罚基地，为海城谋福祉，为大夏助力气。晚秋，要不是你当年背着生病的我去医院，我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这枚勋章代表了我所有的荣誉，我用它向你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